大家晚上好啊！我们首先快速浏览一下当前的比特币行情，跟白天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唯一的区别就是好像要有一个回调的预期。那么好，无论是在这儿做空的还是做多的，暂时不用操作啊，不用动。假设你要是做空，那好，止损线设在2万就43000附近，然后如果你要是之前在这儿做多的单子，你就可以把止损位抬高，继续放在这儿，或者是准备做多的朋友，可以等它回调，看它能不能踩住这个上升轨道的中线。我们扩大一下啊。现在正好是踩在去年一整年上升平行通道的中线这个位置，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需要耐心继续等。那好，我们这个具体的止损位怎么做？参考斐波那契高点，然后低点，整个这一个趋势 0.618， 看它破不破位。如果它支撑住，那就是可以继续上攻，概率就大大提高。如果支撑不住，它往下掉，先把这个中线破，然后再把 0.618 给破位了，那么好，那可以大概率判断它后市还要继续回调。也就这些，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行情变化。对，密切关注这个成交量密集区啊，现在就卡在这儿。然后晚上我们聊一聊韭菜。包括我在内啊，很多朋友实际上都是韭菜，逃不了这个韭菜的命运。那你韭菜到底是什么级别？你是血亏的韭菜，还是微赚的微赔的韭菜？那肯定都有区别。那我们应该怎样给自己定义韭菜这个概念？有一本书挺好玩，相信很多朋友也应该看到过，就是刚才这个贴图，我再重新复制一下。我们一边看行情一边聊。李笑来，很多朋友应该都认识这个人啊，比较有名的人物。但实际上他做了一些这个类似资金盘，洗劫了韭菜，然后呢回过头还写了一本书叫《韭菜的自我修养》，然后美其名曰什么首次公开投资原则。你公开什么呢？再次洗劫一次韭菜，去买他的书。实际上这本书里头我也看过啊，里边有一些好的内容，可圈可点，但是有很多我想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再次进入一些误区跟坑。
首先编辑推荐里头，我在这个谷歌上搜索的，他说这个韭菜的根本误区在于把游戏当作零和博弈，这个昨天我讲过，根本就不是零和博弈，就是不公平的交易。幕后主力大手们是100%赚钱的，而我们韭菜是99.9%亏钱的概率，一定是这样。还有，这里首先讲到，你可以是新手，但你必须不是韭菜。凭什么？你就是韭菜，承认这一点。你怎么就不是韭菜呢？不要灌这种没有用的鸡汤。无论是你的认知、出身、你的第一手消息的获取能力等等各方面，资本市场的很重要的能获利盈利的这个机会，你就是韭菜的角色。关键是什么？韭菜分等级啊！今天的标题，你属于哪一根儿？你是多亏钱还是少亏钱？或者是你还能跟着主力后边能捡点自己不被砍，别人被砍的这些韭菜末，你能不能捡点这些零钱？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啊。所以说每个人一定要定义好。还有，当你进入股票市场还有币圈期货市场的时候，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跟预期。什么意思？你是想做一个业余交易员赚点钱，还是想要做一个职业交易员，还是小打小闹，我就是玩一玩，就像打个斗地主打麻将一样，买个乐呵，赔点赚点都无所谓，我都能接受。只要把这个心态摆正好，那你无论当什么样的韭菜都可以。唯独有一种，我就想一夜暴富，这种那就是赌博心理。你要是钱多，或者是你就是赌性特别大，那谁也拦不住，那只能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是其他的赌博相关的这些个大神们去聊，去谈这个问题。那我这里呢，我本身就是一个职业交易员，我聊的就是什么？怎样我能控制风险，少赔钱，尽量不赔钱，然后赚点钱。那至于你能赚多少，这个完全取决于什么？每个人所学到的，然后你应用的到底有多好。说白了，每个人都可以喜欢足球，举个例子，但并不代表每个人都能成为 C 罗、梅西，或者是说也不能一定要成为这些人。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校队的，一个社区的，代表你们公司的，都可以呀。挺非常好的一个爱好，也可以达到锻炼身体、减肥啊等等好处。实际上股票金融市场包括币圈也是同理。今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聊到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拿这个当职业，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要在这里头获得多少收益。确实我觉得很有道理。既然这个区块链产业发展这么好，包括我们国内的华人圈这些朋友的投资交易的意识越来越强，那这些东西底层的这种知识逻辑普及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说我也是打发一些闲暇的时间，做这么一个 YouTube 板块，完了去聊一聊我所目前为止实盘当中学习过程当中得到的认知，还有一些实战经验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呢，以非常白话的形式，我不是科班出身，但我是实战派，我尽可能用不是专业的词汇，尽量用白话去讲给大家，去正确的理解最底层的根基逻辑问题。那好，我们接着讲啊。第二，他说这个降低你的交易频率，这个昨天我也讲过，降低再降低，这个没有错啊。
身为韭菜，身为散户，刚入市的这些朋友，一定要降低交易频率，一定要少的交易，要高质量的交易。前提就是什么？你需要学习什么？整个金融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底层的逻辑。然后你想好以后，每次我能确保亏损多少我能接受。然后至于盈利部分，就是市场给你的，那就是运气。然后还有进场之后不要动，看上1年再动手买，这个扯淡啊！什么叫进场之后不要动？不可能准确的标到你的能赚钱的投资标的，很有可能你就是选错了呀。谁能准确无误的选好一定能涨的股票或者是其他投资标的？不存在。然后看上1年再动手买，奥运会吗？还是全运会？多长时间一次？然后你能算好这个周期？不可能。你可以持续关注市场，然后某个股票、某个币都可以，但是不是说1年什么时候才是真正可进入的这个进场时机，不太好说，不能定义。第二，涨到10倍以前就当它不存在，扯淡。这句话纯是鸡汤。涨到10倍，你能确保哪个股票能涨10倍？或者是哪个币？山寨币有很多，没错。涨到10倍以后就当它不存在，怎么能当它不存在？你是人，你每天都在看这个市场波动，你赚了多少钱，你亏了多少钱，你一定是会有动作的，怎么可能不动？这反人类的一句话啊，不可实现。喜欢冒险最终都是韭菜，没错，这句话没错。都说这个越大的风险越大的回报，这句话就是扯淡。大的收益很多时候都是风险极小的，只是因为认知的不同，洞察力的不同，每个人选取标的物的时候入场时机，它就会导致最终完全不同的收益结果，无论是亏损还是赚钱盈利。然后接下来无论是现金时间还是生活，都绝对不可以 all in， 这个比较大啊，哲学问题，好像挺有道理，跳过。认真生活，这比交易判断重要100倍，这句话也比较大，也跳过吧。享受孤独，孤独是一个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品质，这句话没错啊，千真万确，一定是孤独的。因为绝大部分时候是怎么样，无论是它涨还是跌，往往市场都是反着方向走。就比如说去年整个全球资本市场都认为类似20年互联网泡沫或者是08年的次贷危机的那种泡沫会来临，但结果怎么样了呢？美联储连续加息那么长时间，达到历史新高，然后结果整个资本市场一直向上，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还有把握牛熊周期有一个现学现用的方法，这种就是坑啊，典型的坑。怎么把握牛熊周期？怎么现学现用？身为一个韭菜，你又不是专业资深人士，何况专业资深人士都无法判断牛熊周期的准确转折点，时间节点它是无法确定的。说白了，你想找脚底板，你想找最高点，谁也抓不到，除非你是那个幕后大手。说白了，你高于国家，高于这些共济会
犹太人这些资本的顶级这些人以外，谁能知道这个？谁都不知道。无论是彼得林奇有名的这种私募基金，现在可能不经营了，还有现在比较有名的瑞达利欧对冲基金。为什么叫对冲基金？就是因为怎么样，无法判断它市场究竟是向上还是向下，所以说它的投资组合完全就是用不同的投资标的组成一个抗风险极强，然后市场回暖的时候还能赚钱的这种基金，就叫对冲基金。然后你告诉我，让韭菜随随便便用一招鲜的方法去把握牛熊周转、牛熊周期的转换节点，这不是骗人是什么？然后再看啊，李笑来说，交易有风险，这是一个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成功的领域，是因为它复杂吗？恰恰相反，是因为越简单的原理往往越难以遵守。说的挺好的啊，但是这一点有点不对。交易有风险，这是一个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成功的领域，看你这个成功定义到什么程度。刚才讲了，不是所有的人踢足球都要达到梅西、C 罗的级别，你得有那个天分呐，还有那个机会、因缘巧合，你得有啊。但并不代表你不能踢球，拿踢球锻炼身体当做一个业余爱好，然后让自己的身体素质变得好，身体健康是完全可以的。包括这个股票交易、币圈的交易也是一样的，你要有良好的心态跟扎实的基本功、认知跟标准化交易逻辑的行动能力，那你是完全可以做长周期、相对长的时间交易周期去获利，只是获利获得多或者是少的问题吗？这一些复杂吗？实际上稍微有一点复杂，但是用心努力去学，然后实践复盘，不是很难，是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完全可以。但最难做的是什么？贪心，你想越赚越多，你赚得更多，这样的话你恐怕就会掉到自己给自己埋的坟墓里。然后接着看李笑来公开投资原则，给每一个人每一个进场者的生存指南。看不懂 A 股、楼市、区块链就不念了啊，没什么可讲的。所以说回过头还是那句话，看我频道的人啊，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是会独立思考去研究这个问题。无论你是玩一玩乐一乐，还是想做职业交易谋生，还是我想赌博，都是各自要选择的问题，思考的问题。然后还有像很多股评类的节目，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博主，上面都会明确一句话，叫什么？本频道提供的所有投资建议都不构成投资建议。那你说它干什么呢？那你又听它干什么呢？你都不能当做参考，有什么用？那你是做心理按摩的，还是做什么的？还是说相声吗？我这里不是啊，我所讲的所有的内容都成为您的投资建议、投资参考，一定会成为。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怎么行动做，你的风险管理是不是按照我所说的该止损止损，该移动止损止损，有没有这么做？这个很重要啊，这点必须要明确。所有的交易都是如此，不是你对，而是你的交易方法论对还是错。
很多时候方向预判对了，你都不赚钱，原因是你怎么做的呀？怎么买的，怎么卖的，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大部分人都有一个误区，就是掉到这个资本市场上涨还是下跌，找方向的这种误区里。但实际上真正的误区是什么？你的行动，你的应对，你账户的管理，还有你每一次买卖的时候你风险的管理，你这单错了我要止损，哪个位置我要出来，这种你都没有一个提前量的话，那你没办法控制你的风险。所以一定是什么？风险管理。你能左右的只有你自己的手，你自己的脑子。管理好你的钱袋子，管理好你的投资组合，管理好你的止损位。就像现在一样，你要是做空了这个止损位，你就不能轻易改掉或者是删掉，不能。然后还有轻易不要加仓。但是很多时候加仓是有必要的啊，比如说趋势形成了，你早先进的单有点少，那你就应该不是快速止盈卖飞了，而是应该什么？加仓。这个时候是有根有据的去加仓，一定要让利润奔跑。然后等你做错的时候呢，眼睛都不眨，就应该直接就自动止损掉。这才是方法论，这个才是需要关注的，你挣钱与否的关键节点。那好，今天也是借题发挥，通过李笑来《韭菜的自我修养》这本书闲聊了一会儿啊，希望大家交易顺利，也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评估，我到底想做一个怎样的韭菜。那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再见。